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1月11号。那么11月11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首先是对川普总统的选情呢做一个新的更新，因为呢大选没有结束，很多州的计票呢仍然呢在进行中，也有一些州的票呢是需要重新清点。目前来讲，从已经结束的，就是最新结束的有2个州，一个是北卡，川普总统赢下了北卡；第二个是阿拉斯加州，阿拉斯加州川普总统也赢下了阿拉斯加州。那么这2个州呢，给川普总统呢是增加了不到20张选举人票。大家知道，阿拉斯加州是比较小的，所以说呢，川普总统在他自己的选情上面往前又前进了一步。那么余下的有好几个州呢，现在需要重新计票。你比方说乔治亚州，乔治亚州原来的选情是拜登比川普总统领先0.3%。那么按照这个州的法律规定，就是如果双方竞选人啊，他们的这个得票的差距啊，在1%之内呢，就需要重新清点了。那么现在拜登领先呢，他只有呢0.3%。那么如果重新清点以后，我们相信这个假票、废票和在这个里面那些不合格的票是绝对不止0.3%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乔治亚州川普总统胜出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大的。这是指目前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个州。那么还有几个争议比较大的州，就密歇根州啊、威斯康星州啊、亚利桑那州啊、内华达州啊、宾夕法尼亚州啊，这几个州呢，现在目前都没有出结果，而这些结果绝大部分来讲对川普总统有利。也就是说，到下一周，按照川普总统自己发文就说，到下一个礼拜应当大选是能够尘埃落定的，所有州的重新计票和所有州目前没有统计完的票，到下一周就全部能够统计结束了，也就是那时候大选的结果可以正式出来了。那么究竟是拜登当选还是川普总统当选，要由美国最终的权威的选举委员会来告知大家，而不是媒体来宣告。目前来讲，这个统计结果呢，对川普总统呢十分有利。也就是拜登呢，他现在也不敢称他是什么当选总统了，但是民主党总是要营造拜登已经赢了的这个气氛。所以说，你看很多国际政要都纷纷要发贺电啊，这些国际政要很多人的嘴脸，你一看就知道。你像英国这个约翰逊，我不是讲吗？我看不起的约翰逊就这个道理。他不仅是发贺电，他还给拜登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面祝贺拜登成为总统，而且他马上就改口称川普是前总统。所以说，你看约翰逊的这副贼脸，我不知道川普总统当选以后，他是不是会再厚着脸皮再来道贺一次，或者是说，约翰逊有没有想过，当时他已经差点挂掉，躺在 ICU 里面，是川普总统派美国的专家团派了专机过来抢救他的，这些恩情他都记不住。约翰逊跟川普总统之间所上演的故事，就是农夫与蛇的故事。所以你看，政治就是那么肮脏的。我们从整个美国这次大选啊，我们可以分别出很多人，除了这些知名的政治家、政治人物之外，就是海外这些你了解的各个国家的领导人之外，在互联网上很多你过去所熟悉的各种教授啊、专家、公知人物，你对他们也会有新的评判。虽然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不一样，我们大家不需要强加别人，也就是说，我是支持川普的，你是支持拜登的，你现在跟我之间就要达成一个统一意见，也就是你要么就放弃支持拜登，你来跟我吴建民一起支持川普，或者说我吴建民就放弃我的立场，必须来跟你支持拜登，否则我们就开撕，然后我们就打一个你死我活，有必要吗？完全没有必要。我可以讲，互联网上有很多朋友，也就是你支持你的拜登，我支持我的川普，我也不对你恶语相向，你也不对我恶语相向，我们各自坚持我们各自的立场和坚持我们的道德价值观，这个很正常。但是有的人就不这样，有的人就一定要攻击你，一定要恶语相向。我觉得这种人呢是最没有政治素质的。你看我在互联网上，我无论是做我的节目也好，还是我在互联网上发的推文也好，我有过哪次去攻击哪一个人？你喜欢张三，喜欢李四，喜欢谁是你的权利哇。但是对对方的代表人物，比方说我不喜欢拜登，我不支持拜登的政策，我对拜登有批评，这很正常。因为本来美国大选就必须有一个站队，就是你究竟是选川普还是选拜登，根本不存在什么模棱两可的问题。因为拜登发表的这个言论很清楚嘛，拜登就是要把中国做大。拜登在接受电视采访里面就明确就说要把中国做大。Extending most favored nation status to China, which you supported, allowed China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You think in retrospect that you were naive about China? No. Here's the thing. In the context of that, we want China to grow. 就凭着拜登的这番言论，也就是我跟封中德两人在我推特上面，我们两人互动过，也就是冲着拜登的这番言论，我们并不一定要强求你喜欢川普，但是至少你不会喜欢拜登吧？
拜登要把中共做大，一个要把中共做大的拜登，你还能喜欢吗？那么正是因为这一点的话，你不可能喜欢拜登，你必然就会选择川普嘛，这很正常嘛。所以美国的政治呢，通过这次大选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泾渭分明的事。海外民运和海外的这些公知，海外的华人也基本上就分为3类。很多网友在网上评论，就是看待海外民运、看待海外公知、看待海外华人他们的政治价值观，他说基本上就是3类。第一类就是那些爱憎分明，从来都是立场鲜明，坚定支持美国的道德价值观，接受美国保守主义的价值观，然后支持美国，制造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一类。那么这一类的人呢，很多人把这个代表人物呢推选了很多，包括我，包括陈光诚，包括傅锡秋，肯定都是被大家在这个推举范围内。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他们是支持美国的民主党。那么他们支持美国的民主党，支持美国的自由派，这个呢有他们自己的道理。但是呢，他们所带来的从中国共产党那边所受到的教育，中国共产党的专制文化里面所体现的那些党文化，在他们身上的表现，是他们自己认同美国价值观的一个方面。那么对这些人呢，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去批评，没有必要，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价值观，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立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去强求别人来和自己是一个价值观。当然了，价值观不同的话，你让我们继续做朋友，让我们情投意合，你觉得可能吗？我们只会保持我们面上的尊重，也就是我们大家互相尊重，我们不会说伤害别人的话。但是我们显然价值观不一样，就不可能情投意合，就不可能有共同的语言，有共同的价值观嘛。那么整个大选你就可以看，川普总统正是因为什么？他是一个政治素人，他是不玩阴谋诡计的，他不懂你们政客的那一套，所以他这种完全按照美国传统的保守价值观的态度出发的，要制造美国再次伟大的这种信念，就让他得罪了华盛顿无数的这些政客，无数的这些政治家，他们所遵循的一个所谓政治正确的这个观念。这样的话，民主党人记恨他，共和党的大佬同样也记恨他。而川普总统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迎合和讨好这些人，只是他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做。你比方说今天在美国就是一个节日叫老兵节，这个老兵节是美国设立的，对美国在历史上为美国国家做过贡献的所有的军人，所有的荣誉军人和那些为捍卫美国国家人民献出生命的那些美国军人设定的一个老兵节。这个老兵节，川普总统今天就参与了华盛顿纪念老兵节的活动，并且他在这个活动上宣布，从今天开始起，凡是美国的退伍老兵以及那些为美国国家牺牲掉的那些老兵的直系亲属们，他们永久享有免费去国家公园旅游的这个免费的权利。这是川普总统今天宣布的，这是川普总统今天才宣布的。川普总统这个人就是表现到他自己的一种高尚的情怀。川普总统如果是个玩政治的人，他为什么不能在大选日宣布呢？他为什么不在大选投票之前宣布呢？他要赶到今天11月11号老兵节才来宣布呢？他玩政治嘛，他早一点宣布嘛，他肯定让老兵和老兵家属们把票就全部投给他了哇。但是川普总统他不是利用他的公权来为他自己个人来谋取选民的支持的，选民支持不支持是看川普一贯的政治主张。川普总统现在也绝对不因为在选举过程中拜登现在暂时领先，他有可能落榜，他就不公布那些对美国军人和那些已经牺牲掉的军人家属给他们优惠的这个条件了。川普总统照样这么去做，他无所谓你投票给他还是你没投票给他。这就是川普总统，他这个人表里如一，他这个人不去跟你玩政治，他这个人坚持美国保守的价值观。这个人之所以被美国7000多万人拥护，毫无疑问来讲是他的这条品行征服了这些人嘛。而整个大选以后，很多政治人物的表现，我们都可以看到美国政治的冷暖，看到美国政治上面所体现的政治家的温情。佩洛西现在是肯定当不了议长了，
因为众议院在这次选举中，众议院不能够获得绝对多的多数。在众议院不能获得绝对多的多数的情况下，那么 Nancy 毫无疑问来讲，他是当不了议长了。也就是 Nancy 他最终也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呢，他们制造了大选，拜登已经胜出了。但是你想想看，符不符合逻辑？既然拜登能够胜出，这个选票上把拜登选了那么多票，为什么你的众议院丢了？为什么你的参议院丢了？在两院选举中，为什么民主党就没有保持你的优势呢？难道说你民主党党员在投选拜登的这张票上面只写拜登，而把参议院和众议院都写了人家共和党吗？有这个可能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解释不通嘛。因此 ，Nancy 今天这个结果就完全可以看到民主党投选的这些选票里面的真实性。我们通过这个逻辑推断，就应当知道，既然众院、参院都是少数，凭什么总统会是多数？川普总统既然是参议院、众议院都赢得了多数票，为什么在选总统上面他的票数反而少于拜登？你觉得这个从逻辑上解释合理吗？正是因为这个逻辑上解释不合理，所以说呢，共和党的这些领导人他们是牢固的团结在川普总统身边。麦康奈尔在礼拜一上班就在国会发表了他的声明，明确支持川普总统对本次调查舞弊的情况进行调查。而且麦康奈尔就说，第一个，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完全支持川普总统，而且他们坚信川普总统最终能获得一个公平选举的结果。同时，对大选中舞弊的事情，川普总统有权利100%的权利可以去调查这些舞弊事件，因为美国人民需要一个公平的选举，需要每一票合法的票被计入。这是麦康奈尔他来顶川普总统了，这个很重要啊。麦康奈尔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是作为一个第7次受到连任被选民们选上的参议员，也就是第7次啊。大家知道参议员的任期是6年啊。第7次就是6、7就是42年啊，也就是麦康奈尔为美国人民在参议院参议员这个位置，他已经奉献了40多年。那么作为一个40多年的老参议员，又是多数党的领袖，他今天发表的支持川普总统的这个讲话，显然是对全体共和党人是极大的一个鼓舞嘛，是表示完全支持川普总统嘛。所以说川普总统根本不孤独嘛，那彭斯副总统更是这样嘛。彭斯副总统很多人都议论，很多人去拆台，甚至有人说让川普总统马上就退缩，让彭斯副总统主持移交内阁，很快把这个内阁移交到拜登手上。甚至民主党的很多报纸上都放出了彭斯副总统和拜登曾经的一张照片，用这个照片呢来挑拨彭斯副总统和川普总统之间的关系。但是彭斯副总统马上就发表了推文，坚定地和川普总统站在一起，必须清查本次大选中所有舞弊的行为。他将和川普总统共同战斗。所以彭斯副总统发表这个推文，马上就对那些挑拨离间的人给他们一个响亮的耳光。彭斯副总统和川普总统配合得多好啊！你在美国历届内阁里面，你看到过有像这两个总统、副总统配合得如此默契、配合得如此顺利的两个人吗？可以讲，彭斯副总统绿叶衬红花，他衬托的川普总统这朵大红花，这朵花不要太鲜艳啊，彭斯副总统这个绿叶不要太常青啊。所以说，挑拨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这种谎言根本不堪一击。他们看挑动不了川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就去挑动川普总统和蓬佩奥之间的关系。所以说，就有记者在蓬佩奥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面给蓬佩奥挖坑，问蓬佩奥：“你的国务院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移交给拜登？”这完全就是给蓬佩奥挖坑啊！也就是蓬佩奥要如果顺着他的坑，告诉他他打算怎么样去跟拜登合作的话，那不就是承认拜登这次被媒体宣布大选已经成功了吗？蓬佩奥会上你这个当吗？蓬佩奥什么人啊？西点军校第1名啊！美国国务卿可以讲是中共恨得咬牙切齿的人类公敌啊！蓬佩奥直接告诉你，本届国务院会顺利的移交到川普总统的第2任，只可能在川普总统的第2任任期里面，国务院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继续发挥国务院的作用。所以你去挑拨人家3剑客有可能吗？因此呢，民主党的很多左派媒体呢，他们一会儿去挑说是库什纳川普总统的女婿，现在要求川普总统认输吧，你就认输吧。第二个去挑拨说是第1夫人，说是梅拉利亚提出要跟川普总统离婚，也就是说很多新闻那些小报新闻啊，都说川普总统可能还没有失去白宫的地位，就先失去了老婆。所有的这些造谣污蔑都来自你那些肮脏的灵魂。你觉得川普总统身边的人都是像你想象的那么阴险、那么卑鄙吗？可以讲，无论是彭斯副总统、
国务卿蓬佩奥，还是川普总统的女婿、女儿，包括川普总统的太太，都坚定地站在川普总统的身边。他们无论是他们发的推文，还是他们在各个场合的新闻讲话，还是他们跟川普总统一起共同的面对现在所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显示出川普总统这个核心团队是坚定的、牢不可破的。至于总统团队里面有很多他任命的一些官员背叛他，那一点都不奇怪。你像这个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这个人100%是辜负了川普总统对他的信任嘛。他在去年就已经拿到了亨特·拜登这个电脑门里面所有的笔记本电脑里面跟乌克兰的所有腐败的证据，这个完全在川普总统去年被弹劾那个通乌克兰门、通乌门的时候，可以把这个证据拿出来反证川普总统。但是克里斯托弗·雷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个证据移交给川普总统，也就是他一直隐瞒着川普总统。如果不是这次朱利安尼暴露，这次《纽约邮报》登出来亨特·拜登的这个电脑笔记本的硬盘，那么这件事情川普总统就完全不会知道。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川普总统亲自任命信任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就是这样跟川普总统玩政治的。因此这些玩政治的小人，川普总统都会把他们排除出去，包括刚刚解职的国防部长，川普总统他会排进华盛顿的沼泽。现在他任命里面的很多官员，那些背弃美国民主价值观的，那些他们运用自己权力以权谋私，或者运用他们的权力去欺骗美国人民的，对于这些官员，川普总统都会解除他们的职务。那些涉及到违法犯罪的，还将会由检察院的检察官把他们送上法庭。每次节目呢做了一半，这个外面嘈杂声一来呢，我就知道蚂蚁们又来了。那么他们现在呢，这个叫骂声很吵，你们能听见吗？估计你们听不见，因为我的话筒呢是这样噪音的，所以说呢你们听不见，但是我能听见，所以说对我的节目呢很有干扰。但是呢，他们这种干扰已经变成常态化，所以说我不可能每次他们一来我就把节目停下来，我呢会把我这个节目呢继续把它录完。那么录完以后再去报警。很多朋友都讲你赶紧报警，赶紧报警。报警是报警，报警并不能起根本作用。因为为什么？加州的警察不是德州的警察，他不会像德州的警察一样，几辆警车一来，警察往你这个门口站成一排，然后对这些蚂蚁们规定他们只能在哪一个位置，连垃圾都不给他们扔的。但是加州的警察是和颜悦色的，警察过来以后只是要求他们按照警察的规定，在那个地方进行所谓的和平示威、和平抗议。因为这些人呢，他们都是在警察面前污蔑我。加州的警察是根本就不要弄清他们为什么来，对你产生了什么样的骚扰，对你有什么样的伤害，加州警察不关心。他来了只做这么一件事，也就是这些人不能够超越这个私人范围。如果到达了私人范围，那我就会采取我的自卫方式了。所以呢，警察只是告诉他们只可以停留在什么位置，然后进行什么样的所谓和平抗议。加州对和平抗议是不反对的，加上加州这个长期被民主党执政的这个州，它这个左派思潮是非常严重的。加州是一个纵容犯罪的州，它根本对犯罪就无所谓。因为加州它现在存在的这个现实状况，所有的警察们啊，他们在出警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对很多罪犯、很多犯罪行为相当放纵的。好，我们不去扯远，我们谈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谈到，就是说白宫里面，或者是所有美国在这次大选中那些进行舞弊的、那些有违法犯罪的，现在都将会面临着法庭的审判。拜登团队德州的负责人呢，现在就已经被 FBI 抓捕了，这也就是电视台刚刚把他爆出来的。那么被抓捕的这个拜登团队的德州的负责人呢，马上拜登的竞选团队立即就跟他切割，就宣称他已经被开除了。近日，美国媒体《国家档案》的记者帕特里克·霍利报道说，拜登竞选团队的德州阵营负责人达拉斯·琼斯卷入了德州拥有25万张选票的哈里斯县选举欺诈丑闻，被联邦调查局扣押聆讯。这件事至少有2大看点：一是 FBI 羁押琼斯之后，他随后就被拜登团队开除，琼斯摆明着被牺牲了；第二是国家档案记者帕特里克·霍利说，那些伪造的驾照通过机场被大量的塞进美国，也包括来自共产中国的假驾照。这说明中共是美国大选舞弊的幕后黑手。红色中国的伪造驾照被美国抓到之后，非常可能会被用来做大选欺诈。国家档案10月29号报道还说，名叫斯坦顿的知情者称，民主党人从2018年就掌握了哈里斯县，县投票人档案从2016年就没有清除。这次大选，该县存在死人投票等无效投票。另外，退休警官、德州投票站观察员雷蒙德·斯图尔特也宣誓作证说，休斯顿地区法官和工作人员使用囤积驾照，在免下车投票点非法投票。这个舞弊的行为主要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大量的假的选票，
而这些假的选票很多都是中共从中国大陆运过来的，也就是中共是深度的参与了美国这次的大选，中共对整个美国这次大选进行了破坏，制造了很多假选票，制造了很多假的 ID、假的身份证、假的汽车驾驶执照的这种 ID， 然后让这些人、让这些非法移民，他们持这些假的 ID， 通通去投票，然后干扰了美国的大选。这也就是拜登团队德州负责人，他目前来讲已经被 FBI 抓捕了。那么除了他之外，现在还有好几个州那些大选的欺诈者呢，现在都纷纷呢被川普总统的团队和司法部派出去的检察官现在已经调查了很多。这2天媒体都在报道，也就是调查方他们现在已经告诉公众，那些大选的欺诈者们，你们很快就要到监狱去狂欢了。而且调查部门反复强调，我们会找到那些非法选举的人，这些很快就会变成现实。那些多次投票或者没有资格投票的人，你们一定会被我们找到。那么找到以后，等待他们什么呢？等待他们就是进监狱嘛。Now, let me be perfectly clear on another point. We are going to find that people did illegally vote. That's going to happen. There are going to be double voters. There are going to be people who did not have the qualifications of a registered voter to vote in this state. That will be found. 所以说呢，现在这个大选舞弊的行为呢，现在都在密集的调查中。很快，也就是最多到下个礼拜，也就是按照川普总统他在推文上强调的，就是到下个礼拜，基本上来讲可以完全了解美国大选的形势，也就是不超过本月，也就是不超过11月份，大选的结果一定能够得出。那么究竟是川普总统胜出还是拜登胜出，这都需要美国人民合法的计算他们每一票合法的投票。那些非法选票、那些假票、那些死人投票、那些非法移民投的票，将都会被剔除，也就是只会统计那些合法的选票。所以说呢，这个工作呢还在紧锣密鼓的进行。那么，如果最终选举的结果能够尘埃落定，双方都能认可这个结果，那毫无疑问来讲，胜方就获得了美国人民的选举。如果说有争议，最终就会打官司，官司就会打到最高法院。那么，最高法院大法官根据他们掌握的各种证据，他们会做出一个公正的评判。这是美国有现成的司法制度，所以大家不要担心。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美国国父们制定了这个200多年的选举政策不会有变。尽管这几年民主党他们不断改变国家的制度，改变国家的政策，但是美国总的架构它是一点没有变的。民主制度的优秀就在于他们有自我修复能力，他们一定能够看到现在制度中存在着哪些问题，然后他们就会主动修复。人民会选举他们符合代表他们人民利益的领导人。你比方说拜登和贺锦丽，他们上台究竟要推行什么样的政策？我相信很多美国选民已经了解到，那拜登、贺锦丽在他选举的这个政策里面已经说得很清楚啊，他们要大麻合法化，要把12岁女童性交合法化，要男女同时用一个厕所，同时进啊。有的人动不动讲共用一个厕所，是这个厕所你用完我用，不是这个道理啊，是同时进啊。只要我认为我的身份符合那个性别，我就可以走进另外一个性别的厕所，这都是民主党的政策嘛。更何况他们要立即恢复巴黎气候协定，马上要恢复 WHO， 而且还要继续给谭德赛送钱，并且要制造中国伟大。你想想看，美国人民能够接受不制造美国人民伟大，能制造中国人民伟大，他究竟拿到美国纳税人的钱，拿到美国人民的利益，你是要去制造美国伟大，你还是要制造中国伟大呢？美国凭什么要制造像习近平这样人，把中共扶大，让中共成为一个霸权的邪恶的政权呢？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非常典型。对于贺锦丽的讲话，我曾经在我的节目里面对他有过评判，有很多网友不同意，你同意也罢，你不同意也罢，我们看事实看结果。我把贺锦丽和民主党的政策，我再次把他们的视频放在这。 For 4 years, you marched and organized for equality and justice, for our lives and for our planet. And then you voted. And you delivered a clear message. You chose hope and unity, decency, science, and yes, truth. 你看一看，你支持你就选他，选他你就要承受代价。也就是在加州$950以下偷盗是不起诉的，加州12岁女童性交是合法化的。如果你愿意，你愿不愿意？你这一辈子做人，你就像拜登一样，你找个老婆就像贺锦丽一样，你生个儿子就像亨特拜登一样，你生个女儿就嫁亨特拜登这样，你是不是愿意？愿意你就继续支持。
就这么简单。那么中共没闲的，中共趁着美国大选现在有争执，大选现在出现可能的宪政危机，中共就利用这个当口，然后就在香港大开杀戒啊。中共现在确定，香港所有的民主派议员，只要是反对中共的，他们就给你扣上港独的帽子，然后他们就以你有独立的这种想法，然后就解除他们的议员职务。所以中共就在昨天就宣布解除了4个民主党议员的职务。那么中共这个举动完全就是彻底的破坏了一国两制，也就是在香港任何一个你跟中共政治立场不一样的人，中共就解除你当议员的资格。所以说民主派的所有的立法会的议员今天就选择了集体辞职，因为民主派的议员在香港根本就没有话语权，你们讲的话就会被中共打压，甚至中共先是把你们撤职，很快中共就会罗织一个罪名把你们送进监狱。这就是中共他趁着美国现在大选这个形势比较复杂的时候，他马上对香港继续动手。但是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你中共趁着美国大选新总统还没有完全诞生的这个状态下，你对香港趁机下手。所以说美国国务院在11月9号，蓬佩奥国务卿他也宣布了要制裁4名中港高官。这4名中港高官分别是中共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叫邓中华，第2名是李江洲，是国家安全公署的副署长，第3名叫刘赐慧，是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的副处长，第4名叫李桂华，是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的高级警司。那么这4个人被美国制裁以后，这4个人毫无疑问来讲，他们是没有资格获得美国的签证，今后能够进出美国。同时他们个人在美国的资产会被吊销、被冻结，他们的家人、他们的直系亲属，或者是他们参与的各个公司，在公司里面的股份都会被冻结或者是吊销。因此这4个人跟前一次美国已经制裁的中港高官的那11个人，一共加起来这15个人是一个待遇，完全被美国制裁和打击。也就是美国绝不允许中共趁着美国大选现在形势还没有明朗的状态下，对香港呢趁机报复，打击香港的民主意识。美国会坚定保护香港人民维护自由、争取自己人权的这种价值。所以说呢，无论谁担任美国总统，对香港人民的支持和对香港人民的保护，美国会秉持他们一贯的政策来执行的。因为香港，美国已经通过了香港人权法案，这个香港民主人权法案是绝对能够得到美国对香港的基本保护的。所以说呢，美国大选没有明朗呢，中共呢他就趁机呢蠢蠢欲动，这是对香港，我相信中共他会找准下一个时机，也就是趁着美国现在有宪法之争，或者是趁着拜登上台立足未稳的时候，或者是拜登对中共绥靖的这种状态，他们对台湾动手。我多次讲过这个话，很多人不接受，但是你可以看结果。好，今天的节目我只能跟大家做到这里，因为呢，这个外面嘈杂声音太大，对我这个干扰太多，我这个节目呢不能够呢继续呢把它做下去了。现在呢就暂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